今天我们聊一个大瓜，一个现实版的豪门悬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2025年的8月份，有一位叫做范晓慧的女士，她火急火燎的从国外赶回她父亲在北京的家，但结果呢，迎接她的并不是老父亲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而是一扇锁得死死的大门。更扎眼的是什么？门口贴着一张封条，白纸黑字写着几个大字：范先生封屋。他的父亲是谁？范真，今年87岁，中国书画界的泰斗级人物，一幅书画动不动就是上千万，整个身家估摸怎么也得有几十个亿。把他爸带走的，把家里所有那些宝贝全部搬空，还贴上这张封条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个只有37岁的非常年轻的继母徐萌。而这个继母跟他爸新婚才1年多。我们可以算一算这个时间线，从7月13号到8月16号，整整1个多月，一位国宝级的大师就这么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相差50岁的这个年龄差，备受争议的黄昏恋，被搬空的20亿家产，乱七八糟的家族的关系，还有一场精心策划的完美失踪。今天艾森就带您把这个瓜给扒透了。我跟您说，这个根本不是一起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家庭纠纷或者是抢家产，这背后其实是一场算计极其精密，执行也非常冷酷的精准围猎行动。目标就只有一个，把范真这个人连同他那个庞大的财富帝国完完整整的一口囫囵吞下。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那个核心操盘手，也就是看起来非常温柔，笑起来人畜无害的年轻的妻子徐萌。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抽丝剥茧，回答几个要命的问题。第一个，这个猎手徐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第二个，范家这张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怎么样被渗透分化，最后被撕碎的？第三个，徐萌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非得要把一个87岁的老爷子给一起带走了？那开始之前呀，先做一个简单的声明，这期视频所有的信息都是基于8月16号之前网上能够找到的公开信息和网络传闻，我们做的是梳理、分析跟推演。注意啊，这个是吃瓜，只是推演而已，不是新闻报道，大家不要太当真。那真正的真相要等待官方正式的调查结果。好了，要看懂这样一出吃瓜的大戏，我们要先搞明白这个棋盘上都有谁在玩。那首先第一方就是范真的亲生的女儿范晓慧，这个是范真唯一的有血缘的继承人，对吧？所以他这边的诉求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要搞清楚我爸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人是不是真的安全，咱家的财产可别被人给黑了。但说实话，只有他一个人，力量未免显得太过于单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超出他想象的非常复杂的棋局。而第二方呢，我们叫做他新晋联盟，带头的就是范真的第4任妻子徐萌。那现在所有的指控都说徐萌是这次事件的导演，涉嫌控制了范真，还转移了巨额的资产。然后是第三方，也是比较复杂的一股力量，范真的继子阵营，范一夫跟范仲达这两个兄弟是范真第3任妻子带过来的，跟范真理论上来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这么多年他们反而在范真的商业帝国里面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到底会站在哪一边，基本上也就决定了这场仗最后会怎么打。要理解这样一场家族内斗为什么打得这么凶狠，我们必须要先搞明白范真老爷子他到底多有钱。我跟你说，这个绝对不仅仅只是几幅字画那么简单，这个是一个由艺术品、公司、房地产组成的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帝国。那根据胡润艺术榜的数据，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2022年这11年间，范真的作品公开拍卖的总成交额就已经超过了23亿的人民币，他常年都是榜单的前5，可以说
是中国在世的画家里面市场价最高的那一位，他一幅画卖个1-2千万，跟玩似的。所以这些公开的数据至少告诉我们他的财富的下限在大概什么位置。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其实范增财富里面最值钱也最核心的部分，是他几十年以来积攒下来的，从来没有上过市场，从来没有向外人公开过的那些私人的收藏。按照他女儿范晓慧的说法，这一批东西包括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古玩收藏。这一部分到底有多少，值多少钱？说实话，外面的人根本就说不清楚。不过呢，网络传闻，光是徐萌这次转移走的这个资产价值就高达20个亿。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能从侧面看出来整个私人收藏的规模到底有多吓人。这样一批没有露过面的字画跟古董，才是各方势力真正眼红的战利品。保守估计几十个亿，乐观一点，上百个亿也有可能。那除了艺术品跟私人的收藏之外，范增的财富还通过好几家公司在运作。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点就是，我们去查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现了一个对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范晓慧非常不利的现实。范增的商业帝国主要是靠2家核心公司在运转，而这2家公司都被牢牢地控制在他那2个继子手里。第一家是叫做北京范增艺术品有限公司，是由继子范仲达控股。这家公司就是卖范增作品的主要渠道，他们家的那个抖音店就是家族的一个重要的现金流的来源。而另外一家叫做北京范增艺术品鉴定中心，那实际控制人是另外一个继子范逸夫。而这个中心留在什么地方呢？他掌握了范增作品真伪的最终解释权。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艺术品市场上，谁能够鉴定作品，谁就有定价权。那这个权利可真是大了去了。但是最骚的操作来了，您猜怎么着？在这2家核心公司里面，范增老爷子本人他只占有了1%的股份，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股份。我们也不知道当年他这么安排到底是为了避税呢，还是有什么别的方面的考虑。但是客观上，这个股权结构就等于把整个商业帝国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继子，而他唯一的亲生女儿范晓慧则被完全彻底的排除在了家族生意的圈子以外。那这个股权结构上的问题，就为今天这样一场家族大戏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房子啊，那些不动产，比如说范增他一直住的那个北京碧水庄园，是属于中国最顶级的富人区，那里的房子估价至少也要值好几个亿。所以我们如果把所有这些都加起来，范增的财富帝国不光是钱多的吓人，而且他的控制权已经散得不成样子了。2个继子通过公司控制了字画生意，而新来的这个老婆徐萌呢，通过控制范增本人，他掌控了最值钱的那一部分私人收藏。而唯一的亲生女儿范晓慧，在目前的权力结构里面，反而是插不进去了手。这个也就解释了为啥他最后只能够选择在网上发声来公开求助，想要依靠舆论跟法律来打赢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仗。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分析的框架来盘点一下棋盘上的几个主要玩家。首先当然就是这样一场围猎风暴的中心徐萌。外界对于徐萌的印象，觉得她是一个图钱的捞女，之所以会嫁给87岁高龄的范增，就是想要看中了他的钱。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认为徐萌是一个胸大无脑的捞女的话，就把这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徐萌在本次事件当中表现出来的步步为营、战略思维、执行力跟心理素质，说实话相当的专业。我们来扒一扒他的背景，他以前
可能是叫做艾尚珍，1988年出生，应该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跟演员。据说是武汉大学毕业，还得过2008年国际中华小姐的季军，然后又当了主持人。所以你看，所有这些经历都给了他2个特别厉害的武器。第一，他特别会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知道怎么样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跟范真亲密的一面，怎么样说话最好听，表现最得体。而第二，他的沟通跟心理操控的能力非常强，天天跟这些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早就能够练出一套看透人心、投其所好的本事。而结婚这1年多，徐萌就把这2样武器用到了极致，他对于范真的渗透基本上是教科书级别的。据说在范真第3任妻子重病的时候，徐萌就通过主动诱惑、嘘寒问暖这些方式，很快就填补了范真感情上的空白，最后拿到了他100%的信任。范真自己后来宣布再婚的时候，也曾经反复提过，他说是徐萌无微不至的关爱，让他从老婆去世和轻微脑梗的打击当中身心全面康复。所以我们可以品一品这段话，这不就说明了徐萌他出手的这个时机跟情感的攻势都算计得恰到好处，非常的精准吗？他成功的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范真的拯救者跟灵魂伴侣。那如果说徐萌的个人能力跟计划是第一步，那么一个强大的内部盟友才是一个让他能够真正掌控局面的关键。而这个盟友根据一些网络爆料的指控，恰恰就是范真其中一个继子范仲达。有网上的信源说的特别像真的一样，说范仲达在背后策划，把徐萌安插到范真的身边，甚至还有更猛的料，说徐萌跟范仲达之间的关系本来也是不清不楚的。那这个指控如果是真的，那个整件事情的性质就会完全变了，这不再只是一个外来的捞女想要捞钱的故事，而是变成了一场由家族内部成员策划的宫廷政变。你想呀，范仲达作为继子，没有血缘，在遗产继承上注定是比不过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女儿范晓慧。那这样一种法律上的不安全感，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去用一些不那么正当的手段来保住自己对于范真商业帝国的控制权。从战术上讲，范仲达跟徐萌这个联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外勾结，他们俩联手就能够同时从法律跟物理上把范真本人给完全控制住，而这样一来就能够把唯一的血缘继承人范晓慧彻底踢出局。徐萌的手段说真的非常狠辣，非常到位，他对范家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人事清洗。那些跟了范真几十年忠心耿耿的老员工，什么厨师啊、司机啊、贴身助理，都被他用各种不同的理由给换掉了。要么呢就是给一大笔钱让你闭嘴走人，要么就是找一个小毛病，找一个借口和理由把你开除掉，然后换上来的全都是他自己招的，只听他自己一个人话的新团队。那这一步棋有多狠呢？相当于把范真身边所有的警报器全都给拔掉了。那从此以后，范真要吃什么、身体怎么样、跟谁打电话，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得先经过他徐萌这道防火墙。范真变成了徐萌控制下的一座信息孤岛。而徐萌的动机在我看来纯粹的可怕，他要的根本不是从婚后财产里面分得一杯羹，他要的是对于范真那几十亿的资产进行排他性的100%的占有。只有这样一种野心，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后来敢冒这么大的风险。那控制了人之后，下一步当然是控制钱。在处理资产这个环节，徐萌还有效率非常高的帮手。有爆料说，一个姓范的徐萌的老乡叫范某华，帮他卖范真的字画出了很大的力。他们的操作模式就是偷偷的一批一批的把范真的私人收藏给转移出去卖掉。但是最奇怪的一点就是，爆料里面说徐萌曾经多次要求范某华低价出售这些字画。各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范真这个级别，他收藏的艺术品肯定正常来说是要送到大的拍卖行，把价格调到最高，
然后价高者得，对不对？但是徐萌他会选择低价快速出手，这样一种砸价套现的行为，非常强烈的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徐萌他对于未来充满了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和没有安全感，他的首要目标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不好变现的艺术品换成流动的容易藏起来的现金。而更吓人的是，网上还有传闻说徐萌有外援，有爆料说他跟某个大拍卖行的一个王姓的高管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已经通过这个渠道低价卖掉了一部分范真的字画跟收藏，其中一幅就卖了6800万。还有人说他结婚以后还跟不止一个情妇来往，用这些关系来编织一个为他服务的利益网络。那如果这些传闻都是真的，那徐萌很明显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抢劫式的操作，背后的逻辑就是他们算准了自己能够控制范真资产的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会非常的短。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棋盘上的另外两位角色，范真的两个继子范仲达跟范逸夫。他们其实跟范真没有血缘关系，但过去几十年却成了范真商业帝国离不开的左膀右臂，一个管卖，一个管鉴定，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但是这样一种关系背后一直藏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继承权的不安全感。在中国这样一种特别看重血缘的文化里面，不管他们俩在生意上多么成功，继子这个身份在法律上跟道义上跟亲生女儿范晓慧去争夺遗产，天生就处在下风。我想这样一种不安全感很有可能就逼着他们去用一些更激进的策略来尝试保住自己好不容易才拥有的所有的这一切，怕的就是范真100年之后自己会被清盘出局。那现在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徐萌一开始就是通过47岁的继子范仲达介绍才认识的范真，这个听起来逻辑上是很通顺的，因为范仲达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安排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接近自己的继父，最终成为继父的合法妻子，就能够把老爷子哄得开心，而且作为配偶，将来在分遗产的时候会有非常有利的地位，自己也能够分多一点家产。但是他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典型的引狼入室，而且严重低估了这头狼的胃口跟智商。徐萌利用范仲达这块敲门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进了范家，成了范真的合法妻子以后，个人猜测他有可能会很快倒戈，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黑吃黑，因为他根本没有成为继子的自己人，反而有可能会利用范真对于他的宠爱，以及他贴身跟着范真的这一个关系，暗地里来排挤甚至架空他们兄弟俩。等到这两兄弟发现情况不对劲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太晚了。而最能够看出他们有多慌的，就是范晓慧发帖之后那样一场灾难级别的公关。59岁的范逸夫在小红书上发了几张范真看画展的照片，想要辟谣，还配了一句老爷子来看画展了。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呀，神通广大的网友跟媒体马上就扒出来，这是好几个礼拜以前在北京一个美术馆范逸夫自己的画展上拍的旧照片。而更搞笑的是，他特意发的这条动态的 IP 地址还显示是在法国，所以这个举动非常强烈的暗示了两位继子很有可能陷入了最尴尬的一个境地，想要揭发徐萌吧，就等于承认自己引狼入室，蠢到了家。但要是继续护着徐萌，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巨大的蛋糕被人整个端走了。他们就好像一个亲手把藏着敌人的木马拖进城的人，结果最后自己反而被反锁在城墙外，成了最大的笑话。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场博弈的关键变量，范晓慧。53岁的范晓慧突然回国公开发声，一下子就把这场暗地里进行的夺产行动暴露在所有人的聚光灯下。范晓慧在声明里面的那一句不惜放下财产诉求，只愿父亲平安，为他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公众的同情跟支持。但问题是他能够团结那两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甚至
可能会是对手的继兄弟嘛？从现在来看很难，因为范家的孩子各自为战，信息乱七八糟，这个反而给了徐萌各个击破的机会。综合各方的信息呢，尤其是一些北京艺术品投资界人士的判断，说整件事情背后是家里面几拨人在内斗。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画出这场斗争的核心，其实就是围绕继承权的一个零和的博弈。继子们呢，可能想跟徐萌联手，把唯一的血缘继承人范晓慧给彻底踢出局。但是徐萌呢，很有可能是在拿到合法配偶的身份之后，想从法律上跟物理上把范真隔绝起来，然后自己一个人独吞所有的财富。那在这场乱七八糟的纷争里面，80去世的范真已经从一个备受尊敬甚至有点狂妄的大师，变成了一个各方争抢的核心资产。他本人就是开启这个巨大的范真财富帝国的活钥匙。那我们现在来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徐萌为什么不直接偷了话跑路，反而要带上一个87岁的老爷子，这么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想第一点是法律风险的防火墙。那如果只是偷东西的话，这就是板上钉钉的刑事案件，肯定会被全国通缉。但只要范真跟他在一块儿，他就可以对外宣称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出去疗养，不想被打扰。只要范真本人不报警不求救，那警察就没办法用绑架或者是非法拘禁这些重罪来立案，事情呢就会被暂时当作是家庭纠纷来处理，这个就会为徐萌争取到最宝贵的法律缓冲的时间。第二点就是利益最大化的金钥匙，因为范真的财富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不光是那些能够搬走的字画，还有搬不走的公司的股权呀、房子啊、银行存款，这些东西都需要范真本人的签字按手印，做一个面部识别，录一个视频才能够合法的转走。控制了范真，就等于是控制了印钞机跟保险柜的钥匙。那徐萌也可以逼他来签各种文件，把所有的财产都合法的转到自己的名下，这个叫做釜底抽薪，也是他追求100%占有的唯一的办法。而第三点就是掌控继承权跟舆论的终极武器，因为任何时候范真只要活着，并且在徐萌的手里面，他随时都可以搞出一份对他最有利的新的遗嘱，或者让范真出现在镜头面前，用可能会含糊不清的话说，我自愿把所有这一切都留给徐萌，这样一些话，只要有这种证据在手上，哪怕以后打官司，范家的子女都会变得非常的被动。而且范真在徐萌手上也避免了不管是继子也好，或者是范晓慧也好，来说服这个老爷子签署一份新的遗嘱或者是类似的法律文件，造成对于徐萌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带走范真对于徐萌来说是一张能够对冲所有风险，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王牌。挟天子以令诸侯，老爷子在徐萌手里就能够把持住整个范真商业帝国。好了，我们在了解了所有这些人物关系以后，现在就好像看电影回放一样，把整个过程一帧一帧的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了至少1年半的完美的风暴，每一个时间点都充满了算计的痕迹。2024年4月10号，86岁的范真通过社交媒体高调宣布跟36岁的徐萌结婚。范老爷子在亲笔信里面写的特别感性，他说是徐萌的照顾让他从丧偶跟轻微脑梗的阴影当中全面康复。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徐萌成功的扮演了一个完美的贤内助的角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范真的画室里面，他可能不是那个指点江山的人，但他一定是那个递上热茶，备好笔墨，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范真的那个人。在范真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日夜陪护，体贴入微，这样一种精神跟身体上的双重的依赖，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爷子来说肯定是致命的。但就在这样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底下，他已经开始悄悄地剪除羽翼了。他会开始有意无意地在范真面前抱怨某个老员工手脚不干净，或者不利索，或者不够尽心，然后顺理成章地换上自己的人。他也会开始更频繁地掌管范真的手机，借口总是我帮您回复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信息，而实际上呢，就是在筛选跟过滤范真跟外界的联系。
根据亲生女儿范晓慧后来的回忆啊，结婚以后，她跟老爸的这个微信联系就已经开始变得断断续续的了。徐萌呢，经常会带范珍回复短信，理由总是那么几个类似的借口，比如说我身体不好啦，你爸在医院陪着我啦，爸爸在进行创作，不方便打扰啦。一次两次可能是关心，但次数一多呢，就已经筑了一道看不见的墙。或许我们从外人的眼光看起来，范珍跟徐萌是一段甜蜜的黄昏恋。范珍甚至在2020年9月还非常高调的带着徐萌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大秀恩爱。但谁也想不到，这个风平浪静的表面底下，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悄然收紧了。徐萌选择动手的时机是战术级的精准。7月5号，范家刚刚办完范珍87岁的生日宴，那之后没多久，范晓慧因为要陪孩子参加夏令营出国了。机会来了，唯一的亲生女儿远在天边，家里的佣人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这个权力真空期就是最好的下手的行动窗口。行动开始，首先是转移财产，这个不是一天就能够干完的，而是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根据后来员工跟知情人士的爆料，在7月13号正式带走范珍之前，徐萌已经指挥人像蚂蚁搬家一样，分批次悄无声息地把范珍家里收藏的大量顶级字画跟古董打包运走。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被装进了一个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由他信得过的人用重金雇佣的这个车辆拉走，总价值可能超过20个亿。然后是最关键的7月13号这一天，徐萌对外宣称要带范老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疗养。就这样，带着他自己3个心腹助理，把范珍从北京碧水庄园的家接走了。从那天起，范珍就是人间蒸发。而最绝的是，他走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是让人在范家大门上贴了一张手写的封条。那这一招真的是太高明了，他直接就给邻居跟保安制造了一个假象，这是范先生自己决定要出远门了。那这样至少在好几个礼拜里面不会有人怀疑或者是报警。所以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面，徐萌完成了最后的收尾的工作。他用一笔一笔非常丰厚的遣散费，让最后几个知情的老员工永远闭嘴。到这儿，一个堪称完美的犯罪现场已经造好了，人带走了，收藏品被搬空了，知情人被封口了，现场就留下了一座空房子和一张迷惑所有人的封条。在8月16号范晓慧发帖之前，外面的人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当范晓慧的求助信引爆了舆论之后，徐萌一下子从暗处被推到了台前，但他本人一直没有露面。他的危机公关暴露了他的核心策略。第一招是外围否认，让范珍的艺术品公司在直播的时候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说是谣言，想把大事化小。第二招，制造假象，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让这个继子范逸夫发的那张漏洞百出的旧照片。这样一招虽然失败了，但是目的非常的明显，拖延时间，混淆视听。在这之后，徐萌的策略就变成了战略性的沉默跟拖延，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在没有实锤证据的情况底下，任何的辩解或者是猜测都没有必要去回应。他更知道舆论的热度是有可能会过去的，只要他能够拖下去，只要范珍本人一天不以自由身出现，他手里就还握着这张最大的牌，最大的筹码。他需要时间去完成对于范珍本人的思想的改造，以及需要时间来处理那些巨额的资产。而范珍这一家恰恰因为内部的分裂，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舆论战线，反而会让事情的真相显得更加凌乱。这个客观上又给了徐萌更多喘息的空间。所以按理说，发生这样一种事情，一个87岁的老人疑似被控制，巨额财产被转移，舆论应该一边倒的同情受害者，声讨徐萌，对不对？如果您打开相关新闻的讨论区，就会发现舆论场是非常撕裂的。除了担心范老先生的安危之外，
有大量的吃瓜群众是在那儿冷嘲热讽，很多人翻出范正过去的一些非常有争议的一些陈年往事，比如说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某一些有争议的行为，包括晚年的一些言论，觉得这个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做同情赤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受害者本人他过往的形象本来就有很多争议的时候，大家很难一边倒的去同情他。而徐萌那边呢，很有可能正在巧妙的利用这样一种非常分裂的舆论，把公众的焦点从徐萌非法夺产这个有刑事风险的一个叙事，转移到了豪门夺产这样一种家庭伦理的狗血剧情。有媒体就引用了一个艺术品投资界人士的看法，说这个本质上是家里几拨人在内斗。那一旦这样一种观点被很多人接受，徐萌的行为就会被大大的淡化。那相比之下，范家实际上在舆论战上是节节败退，女儿范晓慧这个真诚的求助本来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第一枪，但紧跟着就被这个范一夫那样一个非常搞笑的辟谣给搅黄了。这一顿非常混乱的信息的输出啊，让很多本来是中立的网友也开始怀疑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真的像传言说的那样是家族内斗呢？而非常讽刺的是，范真的历史包袱跟范家的内部矛盾反倒为徐萌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缓冲的空间。那只要真相一天不出来，他就有更多可以操作的余地。那这个非常狗血的这么一个剧情，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呢？基于现在的信息，可以大胆推测有3种不同的结局，每一种都是好像一部电影的结局一样。那第一种可能性是完美的犯罪，在这个结局里面，徐萌有可能会成功，他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让范真自愿出现在公众面前，或者签了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说所有的财产都送给我的老婆，我生活得很幸福，不希望被外界打扰。视频里面的范真有可能会眼神空洞，也可能说话都不利索，但是只要他说出了那句我自愿把我的这个财产留给我的老婆徐萌，那法律想要介入都会变得异常的困难。那最终的话，范家的子女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甚至有可能被倒打一耙，背上为了争夺家产不顾老父亲幸福的骂名。而徐萌呢，在范老先生终于去世以后，他可以带着巨额的财富跟合法的身份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面，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绝望，但也并非不可能的结局。那如果这个真的是整件事情最后的结局，我们除了叹气还能做什么呢？而第二种我觉得可能性比较高的是正义降临，这个也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局。在舆论跟范晓慧的推动底下，司法机关强力介入，然后通过人身保护令或者刑事立案找到范真，并且要他跟徐萌彻底分隔开，然后通过一个独立的医学跟精神的评估，如果范真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证明他长期处于被胁迫的状态，那么徐萌之前干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法律宣判无效，他甚至有可能会面临非法拘禁、侵占财产好多项重罪指控，哪怕资产被转移，也有可能会启动跨国追索的程序。那范真在这种情况底下，有可能会在女儿的照料下安度晚年，法律也有可能还给这个家庭一个公道。那这样一个结局会变成一个警示后人的经典案例，但是在通往正义的这条路上，又会有多少变数呢？这个是最让人揪心的。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法律的拉锯战，这个或许是最接近现实，也是最残酷的一种可能性。整个事情会陷入一个非常长期的官司跟法庭的拉锯，双方不断的抛出真真假假的证据，互相攻击。在这个非常漫长的司法程序里面，范真先生的这个健康状况可能会急剧恶化，甚至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人世。到那个时候，整个案子就会变成更加复杂的遗产纠纷。而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艺术品可能早就已经通过地下的渠道被秘密转移卖掉，所以即便官司最后打赢了，也只是剩下了一张空头支票，很难被追索回来。那最终没有赢家，徐萌身败名裂，但他肯定会有办法保有一部分不义之财，而范家的子女心力交瘁之后，最后可能会分到一点残羹冷炙。而范真这位艺术大师，他一生的成就跟名声都会在这样一场
旷日持久的丑闻里面被消磨干净，他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地鸡毛的谈资。说真的，不管这个家族遗产的争夺战，整件事情最后的结局到底怎么样，范真失踪案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那么简单了。截止今天这个节目播出，范真先生依然下落不明，他是否安全，是否健康，是否还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而屏幕前的您认为徐萌的计划能够得逞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这一期视频对您有启发，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才不会错过关于本案的最新的进展以及更多精彩的内容。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